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解放军报》刊登了陆海衔接昼夜航渡的文章，详细的报道了第74集团军某旅近期组织的跨海运输机动演练，准时将合成一营整建制投送到目标地域。此次跨海机动和过去我们的两栖登陆演习最大的不同是利用民船装载重型装备抵达驻巡海域。从报道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港口上数十辆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整装待发，准备按照配载计划进行装载作业。有些网友呢可能会觉得奇怪，随着我军075两栖攻击舰、071船坞登陆舰等核心登陆装备不断发展和列装，我们的两栖登陆能力已经大幅度提升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借助民用船只来运送装备吗？这一点呢，可以说毫无疑问，因为用民用船只所改装的这些军用运输船舶，可以说在未来战争中仍然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军民两用的船只是未来完成跨海机动以及两栖登陆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一点不光中国海军会这么做，其他国家的海军往往也会采取同样的对策和措施。未来的对台作战，我们面临的最大的短板就是如何投送重型的装甲力量。我们知道有一些装甲车辆呢是具有水上辅助功能的，那么用坦克登陆舰、两栖攻击舰或者是两栖运输舰都能够将这些装甲力量投送到登陆的滩涂上。但是还有一些重型的装备，包括重型主弹坦克，你就很难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它运送到作战地域，就需要有一些辅助船只来执行相应的任务。而改装民船进行跨海投送坦克，可以说是一种快速高效的解决方案。而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商用船队，拥有全球最大的造船工业，因此我们的大船建造能力目前可以说已经处于世界一流。我们为世界各国以及自己的远洋船队建造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大吨位的船只，包括半潜船、集装箱商船等等。而这些平台其实呢都可以成为跨海登陆的主力舰只，只要你进行相应的修改就可以了。甚至呢在设计建造阶段就为这样的船舶留下了民转军的接口。那么这次演练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用大型民用船只，例如滚装船，装载重型坦克、重型装甲战车，把它们运送到某个海域或者是登陆地域。一般而言，不是让他们在滩涂抢滩登陆，而是运送到被我们占领的港口，从港口直接卸货，坦克直接开到码头上。这样的话呢，一旦我军的重型装备顺利登岛，那么对任何的对手都可以产生碾压式的优势。因为中国的99式主战坦克目前在世界上也是一流，足以和任何最先进的主战坦克相抗衡，甚至呢占据相应的火力、防护、机动和信息化的优势。军民两用，寓军于民，是我们国家发展海洋重型船只、海洋大型船只的一个重要方向。无论是未来的登岛作战还是远洋作战，应该说意义都重大。当然抢险救灾他们也能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甚至呢最近有外国媒体报道称中国还在开始为某些大型的民用运输船改装飞行甲板。那么改装完飞行甲板能干什么用？目的不言自明，起码在上面可以搭载各种各样不同用途的直升机，甚至是重型的直升机。如果系统比较完善，甚至某些起降性能比较好的固定翼飞行器
也能在这些大型的改装民船上使用。那么，就为我们远洋的航空运输能力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当然，这样的平台你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那么，无论是军用和民用，其意义都非常重大。它有助于推动我们海洋建设以及我们的军力建设，使中国人蒋军能够在更远的区域执行更加多样化的使命任务。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